我就觉得有些人你是特别有意思啊，每天处理你们这些事儿哈，我自己都觉得很无语，很想笑啊。上午有个女孩子来找我啊，应该是又哭又闹的啊，说不公平。她是前年来找对象，那个时候27、8岁啊，老家是外地农村的啊，有个弟弟和妹妹，好不容易啊考公上了岸，哎，当了个公务员，工作圈子里没有合适的啊，这平常又比较宅啊，就来找我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她想找的是有车有房、家庭条件好的，也是在体制上班的男士啊，但因为这个女孩子啊，她比较矮又有点胖啊，就不太好找。给她看了好多这体制内的这个小伙子，但人小伙子大多数啊也是看脸嘛，他的身高啊、身材还有家是农村这一块不太愿意。我让女孩子稍微放低一点要求啊，这年龄大一点啊，个子啊不算高的男士啊，他也可以综合考虑一下嘛。好不容易啊，去年相上了一个男士啊，硕士学历，有车有房，在医院上班，29岁啊，个子也不太高，人找对象也没啥要求，就想着人好就行。哎呀，这两人见着面啊，互相都觉得挺合适，去年初啊就谈恋爱。这谈了1年了啊，这不两人年龄都大了，双方父母就催着赶紧见个面吧，把婚事给定定。上个月呢是见了父母啊，互相啊都算是满意，人父母啊也没有过多的去干涉。见完面回家之后啊，这个月初啊，女方就提出了订婚的要求，说父母的意思就是彩礼要30万，说按规矩走。当然呢，这钱人家要的是有理有据啊，说男方的年薪啊是30万，那自己啊跟你是要生活一辈子的，我要1年的工资啊，这事啊他也不为过。人男方父母一听不愿意啊，哎呀，这本身啊就对女方父母是农村的，是多少是有意见的。其次啊，男方人家这边的彩礼啊，那都是3万6万走个过场，最多啊要不过10万的。如果给了你30万，那家里亲都会看笑话的呀。于是呀，这两人就卡在了这个彩礼上面去了啊。女方也放话了，说彩礼啊会原封不动的带回来。男士这一听啊，想着呀，为了顾全两个人的面子啊，为了大局考虑啊，就跟女孩子提出了要借她15万，说父母都是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没有多少存款，自己又是医学生，这毕业也就2、3年，这钱呢都买房了也没有了，可以啊先借女方的，等婚后人彩礼带回来再还给女方就行。哎呀，人家姑娘听了不愿意啊，说你跟我借这个钱，那不就是我自己娶我自己了，说什么也不愿意。男生后面又说啊，你看你非要这30万，我只能借钱，要么就把家里准备装修买家电的钱拿出来，女方来装修买家电，他也可以。女方一听啊，还是不愿意，觉得男方是娶老婆的，你都这么斤斤计较啊，讨价还价，压根儿就不看重他。两人就因为这事啊杠了大半个月。前些日子男生就问这姑娘，家里商议着要拿出18万娶你，不用你陪嫁了，你能不能嫁？女方一听啊，坚决不让，说自己啊不是不愿意啊，也不是想去逼男方，而是啊想知道自己究竟在男方的心里啊这分量到底有多重。如果真的愿意娶她，借钱也会啊；不愿意娶啊，那只会讨价还价了。好了，人男士一听啊，这不心寒了，跟家里父母一说啊，人全家啊都开始反对这门婚事啊。男士又提出分手。这姑娘一开始以为啊男士故意生气说的气话，结果1个周没搭理他，急了，打电话给男士啊。男方的意思是啊，已经决定分手，不想在一起了。前天啊，这姑娘就主动给男士道歉，意思啊是之前考虑不周，彩礼只是为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啊。两个人既然谈了这么久，都有感情了，那自己也30岁了，再不结婚他也找不着条件好的了呀。男士这边的态度啊，人家就一直很坚决，说家里没钱，而且这2个月又因为这个事情啊，全家吵都很累，还是要分。这个时候啊，女方就主动降价，说10万也可以啊，咱们走个过场吧。男士还是不同意，说不想再谈了，分了吧。接着就是啊，这姑娘呀来找我哭啊，闹这一场。她哭完呢，还问我自己还能找什么样的。我说啊，反正这择偶要求还得降低，学历啊、工作就别卡那么高了，年龄稍微大一点也可以。如果有2婚条件好的，那酌情啊考虑一下。她听完就跟我哭啊，说什么都让我去挽回这个男士，我也去帮他挽回了。人男士啊说的也很明确，自己想找的伴侣啊，首先是要体谅他的。如果你这么逼我，我永远都不会娶的。后来呢，这姑娘就哭了好一会儿才走啊。所以啊，我经常劝一些女孩子们，你一定要聪明一点，凡事往长远去看，不要总是算计你那点蝇头小利，车多贵房多大彩礼多少的，你算计多了呀，很容易啊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哭都没地儿的。看见他没？哎，我招兵买马来了个眼睛大的看门啊，以后这种没数的啊就自己认栽，你别来找我。有位大兄弟问我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啊，相亲遇到按摩女怎么办？这问题我听完一愣啊，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这位大兄弟呢，今年31岁，做 IT 工作的，平常呢主要在家里接活干，一年能赚个20、30万，收入算是可以的吧。有车也有房子，就是长相一般，加上经常熬夜啊，不怎么收拾自己。之前呢追过几个姑娘都失败了，就一直单身。他累的时候就喜欢去附近的一家足疗店里啊去按摩。有一个姑娘24岁啊，两人是老乡，
话题很多。为了这个姑娘呢，男士也没少办卡，姑娘也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他。他说自己挺喜欢这个姑娘但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人吧，水有多深，而且这姑娘还做了5年，肩膀那里还有纹身，他就很抵触。除了按摩聊天其他也不怎么联系。这上个周热心的邻居大姨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说是99年的，性格很好，在外贸公司做内勤工作，1个月能赚3000左右，人呢明事理也懂事是个乖乖女。于是他就盛装打扮了一下就去赴约了，约的是晚上6点半，他先到了，那个姑娘呢还没到，男士就在那等着呀。这快到7点的时候，这姑娘打电话问他坐在哪，他边接电话边回头，一下子两人对上眼了，都愣了一下就是那个按摩的姑娘，场面一度是很尴尬呀。没办法呀，只能继续约会了呀，人都来了，饭都定了呀。于是呢，这两人是边吃边聊因为本身就比较熟悉气氛也没有那么的冷场。男士呢先是有点带气问这个姑娘为什么要隐瞒介绍人工作的事。姑娘解释说自己也是怕被人嫌弃才隐瞒的，和男士呢也道了歉。男士也想想算了两人就吃饭聊天。他就发现这姑娘的性格比那些相亲女好太多了，知道关心她，给她夹菜。期间呢，这姑娘还问这个男士是不是嫌弃自己做按摩这种工作。男士呢也说实话，他不否认做这行的女生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但毕竟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诱惑，所以自己也不确定是否介意。姑娘听完呢，表现出也比较懂事很理解。吃完饭回家之后这姑娘没事呢就会发信息问这个男士，吃饭没有累不累压力大不大等等。他心里就特别纠结自己单身这么久是头回呢遇到这么关心他的姑娘，是不是自己带的偏见太多了呢？按摩女也不是不好的。于是他就问我要不要在一起。你看问我的这些问题整得我呀。你说一个人的品行好坏这个职业确实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一定会受环境影响，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如果你是一个出手很阔绰的大老板，那点名让他给你服务，出钱2倍。咱不说某些越线的服务，我觉得90%的概率他会妥协，会积极热情的对待这个老板吧。就算一次守住，其他的同事接了单子，你辛苦赚1份，人家呢却轻松得2份，最后1个月拿到钱还比别人少很多。你能保证几次能够守住原则呢？很多男士都曾经问过我，说喜欢过夜场还有足疗的女人问我这类人适不适合结婚，3观是真的有问题吗？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有问题，只是说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习惯了赚快钱，习惯了某种轻松赚钱的方式，没有办法再去认真的去做其他的行业。从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依然能够进去，要么被骗，要么心甘情愿。但法治社会，你觉得被骗的概率有多大？多数都是了解了自己要工作的内容才去做的这个行业。一旦见识过这个世界的纸醉金迷通过某种方式尝试到了甜头，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安安分分的去跟人过日子。如果你的经济实力没有雄厚到让他可以为你改行，那即便你用真心打动了他，他也未必能够会为你放弃这门营生。即便他愿意为了你放下这门营生等热恋期一过，新鲜感一没，如果你不能在经济等方面满足于他的话，指不定哪天又会重操旧业。不是我对这个行业带有色眼镜，其实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呢，也清楚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只是大多数选择避而不谈。我不否认会有只努力赚钱、思想比较纯洁的人，但概率又有多大？我倒劝大家宁可生活圈当中去找，也不要从这个行业里面去找，因为从事过这个行业肯定是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你反观一下自己，你有哪些闪光点和不同点，能让他彻底杜绝那些诱惑？你若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尽量不要开始。总之这个感觉就是后患无穷。毕竟人家一开始见你也是有意隐瞒了身份，为什么呀？这点能想出来吧？虽然有句话说男人的2大爱好是拉娘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但还是希望所有大兄弟们谨慎考虑吧言尽于此了。至于咋选呢，自己决定。顺便问一句，公安局会去图书馆扫黄吗？真的，我这个脑子现在梦梦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真的。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找对象呢，都总是跟做梦一样。要找白马王子呀，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那刺猬和王八我有。5年前呢，认识一个姑娘，26岁，普通本科行政专员性格很好，而且人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结果5年过去了，那是挑挑拣拣的，谁也看不上。
我那门口啊，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他挑什么呢？这个男人有钱，但长得不好看啊，长得好看又没钱，哎，找个有钱又好看的，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在一起不开心。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反正啊，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总说差不多就行，其实啊，差一点都不行。好了，现在31岁了，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我说呀，暂时还没有。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他又开始后悔啊，说条件差点也行。我问他差多少，他说也别太差了啊，这个长得别太难看，条件别太低，赚的比我高点就行。我说离异的有，他一听就急得哭呀，说自己还未婚呢，不想找离异的。然后就是后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各种挑挑拣拣。那男人都是看脸吗？你好看了，喜欢你的就多。于是被追捧的过程当中，各种看不上，理由就是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好了，终于熬到30岁了，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秉承着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可有些人呢，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结婚呢，找对象，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如果你本身并非独身主义，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到了30岁你还单身，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我也没那个能耐。这种焦虑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甚至有些3、4线城市26、2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在婚恋市场上，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心态也会不一样。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的就好，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又谁也看不上。年龄越大呢，不是认清自我，而是认清了现实，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好了，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有存款7位数。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伙伴，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一起度过余生。这种择偶观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含恨而